你这简直是胡闹！顽固，你这样就是在浪费周浩这样的人才，这是没得商量。副教授怎么来郑老师办公室了？还不是因为周浩？周浩他又闯祸了？当然不是。哎呦，差点忘了，快上课了。干啥去啊？我们下午没课啊。上礼拜路过数学专业的时候听了一次课，感觉挺有意思，想再去听一下。我也觉得，物理研究也是非常需要数学基础的。可以啊，那张涛，我也去。下礼拜就考试了啊，大家好好复习。老师啊，多准备3张卷子行不行？我们3个物理系的也想考一下。不是，我就听了1节课，我考什么啊？哦，那2张老师。我也不确定行不行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也不考是吧？等会儿回去你给我复习复习吧，就好，总得试试看。没问题啊。老师，教材这2天借我看看呗。离考试就7天了，我初中学完高1数学也就用了7天。副教授，这次期末成绩出来了，陶婷考了几分啊？不及格，59。不奇怪，我这次卷子出的很难的，他和物理系的理想并列第2。那第1名呢？就是穿黄衣服那小伙子周浩，他是满分啊。把周浩叫过来。老师啊，你叫我。周浩啊，你这学期来听了几节课？来听了1次半。怎么还有半次？第1次在门口听的，来的时候课已经上了一半了，所以1次半。周浩，你有没有兴趣做我的研究生啊？啊，我是物理专业的老师啊，而且我的研究生已经被郑教授预定了。郑教授，你这是在浪费人才。周浩这样的天才就是应该学纯数学造福人类。怎么，只有学数学才能造福人类啊？学物理不行吗？而且我每年给发30万劳务费，你能吗？这能有钱衡量吗？他们3说是3年所有费用我全报销，你能吗？有风力发电机了不起了，郑副教授。是啊，有舞台呢，副郑教授。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我问问当事人，我都可以，到哪学不是学？你看，但是我也要听听我室友的意见。我觉得郑老师对我们挺好的，有道理。那我还是学物理吧。张涛，你把送你台手机。我有个想法，为什么周浩不能读个双硕士呢？也不是不行啊，我去看看流程。那也得先读物理。哎，副教授，等一下。什么事？你们的卷子周浩复印了1份，让我也做了一下，做的不好，不及格，才58分，想请教您一下来着。Shift。张涛，你想不好了，周浩他闯祸了，咋回事啊？隔壁心理学专业的同学这次期末考好多都挂科了，现在他们都在找周浩。心理学专业的挂科跟周浩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知道周浩经常去旁听心理学专业的课吗？哦，莫非？啊，这就是考试范围，发下去的案例大家好好看一看，要考的啊。老师啊，案例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我认为这些解析都是错误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讲了这么多年的案例都是错误的？也不是错误的，老师，用不完全正确这个词可能更合适一点。怎么说？现在都是21世纪了，这里好多案例都是70、80年代的。在这个广告狂轰滥烧的互联网时代，营销心理学面对当下显然是需要修正和创新的。所以这些案例放到现在，参考价值是存疑的。你叫什么？周浩啊，不用在名单里面找，我只是对心理学比较感兴趣来旁听的。那周浩，你翻阅过几本心理学的书籍呢？1本你就敢说这些话？理论知识都没有学全，就敢对这些案例评头论足啊？我知道了，老师。咋的，周浩？最近开始研究心理学了？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。给我看一本，啊，我也看看。周浩，再给我换一本，这本我看完了。你也迷上了它？我看完了，周浩。你的书感觉知识面不够广，我再买几本。老师，我承认我当时浅薄了，但是您的部分案例就是过时。嘿，你这小子，来来来，你试着说服我来。就现在理论缺失的部分是没错。哎，那也不完全对啊。老师再参考一下这篇论文，也可以印证我的观点。哎，你的大部分观点跟这篇论文很接近啊。这论文就是我写的，当然接近啊。我刚才跟你讲的是大纲，论文有详细论述，无懈可击啊。这肯定有不严谨的地方，你叫其他老师也来看看。无懈可击啊。同学，这篇论文是你写的，看来我们院出了一个人才啊。我不是心理学专业的，我是学物理的，所以我认为咱们这门学科也要与时俱进啊。而且我听说这门课每年都考一些换汤不换药的东西，这对同学们的发展有好处吗？如果各位老师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参与出卷。所以梦的内容也是心理的一种映射。2位，你们看营销心理学的卷子，咱们3个门外汉都能考满分吗？
100分不敢说，但少说也有90。不如咱们给出点好玩的。可以啊，你们2个出，我帮你们试做，看看难不难。周浩他出的卷子实在太难了，很多人1/3都答不上来。原来周浩让我们出的是人家的期末卷子。周浩，你给我出来！我们班100人的网课。哇，你快进去！我这不为他们好吗？周浩在那教室。同学们，我知道你们很生气，但这次卷子也不是周浩一个人做的，还有他室友呢。张涛，听说周浩惹上官司了？哎，你误会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呀？首先你要弄清楚，周浩是原告，不是被告。这件事呢，得从半年前我们租车开始说起了。你好，我们来还车了，你检查一下吧。我们开得很小心，没剐蹭。这划痕你们擦的。哦，你记错了，这个划痕本来就有的，你看我们拍了照片的。这明显比照片里更长了呀！你们这就不讲理了吧？补齐300啊！这不是敲诈，三涛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300放好了，大哥。不过我们应该很快就会再见面。好，那就下次再见喽。几个大学生读点书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们平台这么大，还会怕你们几个学生啊？你们是不是？咱们走吧，张涛。这么回事？是的，周老师。所以我想起诉这家平台。可以啊。哎，他们这么大的平台，肯定有很大的律师团吧？我们行不行啊？张涛，我们学校的法律系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，我帮你们联系一下法学院的教授。哎呀，郑教授，好久不见！好久不见，小郭，最近在忙什么案子？这一年都在处理一个经济纠纷案，挺复杂的，1年了还没弄完，确实有点得不偿失啊。而且就算胜诉，我们也只能拿0.2%的提成。0.2%是多少呢？不多，才1200，确实有点少啊。小郭，这次叫你来的是想让你帮我学生处理个案子，什么类型的呢？应该是消费者权益。这种小案子，我叫我的研究生协助你吧。好，老师，那我问一下，从起诉到开庭需要多久？3到6个月。要这么久啊？那够了，3个月我也能学不少。这小伙子心气高啊。对了，小郭，最近咱们学校很多同学找工作遇到那种五险一金都没有，薪资比说的低很多的那种企业，你也要关注一下。好，我会注意的。教授的学生听说很厉害。有他们帮忙，我们说不定有希望。那明天咱们先去咨询一下他们吧。那今天咱们都先仔细读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吧。好，那看完之后，我来模拟原告律师，你来模拟被告律师，咱模拟一下开庭可能遇到的情况吧。那我呢？我当法官了，这不行了。张涛，那先麻烦去找一个同学，再去这家平台租一辆车，看看会不会发生一样的情况。好。学长，我们这个案件的难点是什么？你们付赔款的时候有了字据说明赔偿原因跟赔偿金额吗？没有哎。但我们有付款记录啊。打款的时候有备注是赔偿款吗？没有。草率。现在你们的证据链不够充分，看来得等一下张涛了。各位，我找同学租了同一辆车，还车的时候他们又以同样的理由要了300块赔偿。这次留证据了吗？留了，我还叫他录像了，而且这300块钱还开了发票。张涛，你考虑的太细了。张涛，多亏了你啊！哎，那我们整理一下材料起诉吧。OK， 我帮你们写起诉状，然后提交到法院要求立案。后续需要我们做什么？后续你们负责吃瓜就行了。负责吃瓜？周涛该不会自己给自己当律师吧？对，其实前些日子就已经打完了，我们赢了。现在这个平台应该不敢再要求工作了吧？周浩，那平台赔了你们不少钱了啊？就600块啊？那你们不是1分都没赚到？我们本来也没想着要靠这赚笔钱呀，不是为了出口气吗？但这件事情上热搜了，3位大学生整顿黑心租车平台，这标题取得不行，说明是3个物理系大学生更吸引人一点吧。张涛，咱们农学院的荣誉墙上有你们3的照片，挂墙上了，又当新闻报。你们3月去折腾农学院了？没有，还不是因为周浩前些日子那一脚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学校后山有农学院的种植园啊？听说过，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听说有很多珍稀植物。那我们见见世面去。好，那走啊。看这后面几座山都是学校的。哎，你看这个珍稀濒危植物园，请勿破坏。这一片价值会有多少？该不会有上亿吧？边界了，我们得去找一下农学院的人了吧？这我们该找谁啊？看这里，这树是有主人的，林学朱立农。那走呗。这是我培育了3年才培育出来的树苗，你们把它踩折了，这还是我研究生论文的实验样本啊！他要是死了，我研究生也毕不了业。虽然这苗是我踩断的，但你先别着急，我会努力让它活着。你哪个班的？物理系的。哎，去吧。
把我物理送走。学长，真不好意思，你先去急救一下，或许我们三会帮你的。我要到林学的课表，我看看我明天去上哪些课。我明天去问问郑教授能不能帮帮咱们。那我去问朱丽农的情绪。接下来我们讲话的形态与结构。我们去找一下郑老师。我了解，你得帮帮我啊，郑老师。别急着好，我帮你叫一个20人的专家小组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。那倒不用，你帮我找个厉害点的专家，我去学习一下。那你得去一座山上。踩成这样确实不容易存活了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，还有些方法可以抢救一下。您说，老师？这样子啊，你先把这个能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，能不能活就看命了，肯定能活下来的。咱们班有人去种田了，地上这么多泥泞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们那会拖的。这几天怎么老是不下雨啊？我们多来浇水呗。明天有冷空气啊，鸟会不会冻死啊？想办法。小兄弟，真活下来了，不耽误你毕业就行了。你送佛送到西，我还有一个难题，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下？你说呗。这种植物叫做羊毛铃，在野外几乎已经快灭绝了。因为这种植物的种子不孕率极高，天然更新能力很弱。我花了3年时间就成功育了这1株苗。你是想我帮你育苗啊？对，否则这种植物就只有灭绝这一条路了。可以啊，灭绝了确实怪可惜的。谢了，小兄弟，明天请你吃饭。哎，不用这么客气。给你个蜡烛啊。张老，你怎么会有新苗啊？你当初剪下来的枝条，我捡回来插着就活了呗。你有用吗？阳台上还有好几盆。你怎么弄的？最近的气温、湿度、降雨量我都记录在这里了，你要参考一下。可是我扦插过也没活呀。不知道啊，我就把2多肉的土跟后山土混合了一下就活了。小涛，你配出了最适合它生长的土壤。一龙，这次你成功培育濒危物种，省林业部门点名表扬。学校为了奖励你做出的贡献，决定给予你28万元的全额奖学金。谢谢老师。但这次成功其实有3位同学贡献非常大，所以奖金我想分他们一点。这当然是可以的。另外，你准备一张照片，要挂在我们学院的荣誉墙上。好。哎，对了，那3个同学是哪个班的？哦，他们是物理系。谢谢。